做一场没有终点的梦，又能怎样？硝烟从未散场，又怎样？纵然百孔千疮，只能够战胜残酷，只能去圈住迷途。他要走的每一步，不犹豫，不彷徨。这夜的星光长什么模样？用善良捍卫原则立场。多滚烫，燃烧着理想，棱角与锋芒。别去想那些失望，梦想都终将绽放，终将绽放。你这干什么呀？我穿裙子了，我现在可以跟我姐说实话了。你还挺合适的，哎。姐，你别误会啊！哎，姐，你回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误会啊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你过来坐下。有件事儿，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了啊，就是之前啊，我答应了罗宾，我们俩打了一个赌，我要帮着他撒个谎，是不是罗宾？我当时就跟你开个玩笑。没想到你还当真了！不，君无戏言。如果我不帮着你骗我姐啊，那么我就要穿裙子。但是姐，我必须把这个实话给说出来啊，哪怕是穿裙子，我也一定要说出来。那就是刘英美，我没有跟她借过钱。啊，没关系，不重要这不重要，是吧？不，姐。我现在说的可都是实话，都是实话，一点都没有骗你。你要不信我，你可以问罗宾，啊，你问罗宾，罗宾你说，是不是实话？是实话。哎，是实话。实话。啊，我相信。那什么。其实我来吧，就是想给你收拾屋子，没别的事儿。不，姐，你坐着啊！你不用给我收拾屋子啊！你不用给我收拾屋子，从今以后我自己收拾屋子。对呀，以后就自己收拾屋子啊！那什么，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买点水饺，我放这儿了啊，自己弄着吃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那我跟您一块儿走，我送你。站住！我今天必须得把这话说清楚了。姐，是这样啊，我姐夫跟你婚姻生活这么长时间啊，他有一段时间呢，他非常的不快，他非常的压抑。当然，这个原因有一部分是我给造成的，所以我呢，要向你表示诚恳的道歉。还有，我姐夫的在天之灵，我也要向他道歉。在我姐夫这段漫长的痛苦过程中，他有一个朋友给他提了一个建议，那就是让他离婚。但是如果他离婚了，啊，那么你们婚前我为你们写的那个婚前协议，他就会一无所有。所以他这朋友呢，就有给他的一个建议啊，让他呢弄这个虚假债务。但是我姐夫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个办法。虽说我姐夫去世了，
你在他的那些遗物里边找到了很多的戒指，但是这些戒指，我弟弟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？啊不，没事儿，你放心。罗老师，怎么了，慌慌张张的？麦飞他被拘留了，他扇了保姆一个耳光。如果光是扇了一个耳光，不至于拘留吧？保姆验出了轻伤。那就不是拘留那么简单了。故意伤害轻伤，处3年以下。他绝对不是故意伤害。走吧，我陪你去。麦飞他是被冤枉的，是那个保姆虐待他爷爷在先，他从监控里看到，然后就太生气了，所以就冲回家打了保姆。亏得还是一个律师，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。保姆虐待老人可以去报案。是，他当时就是有点太冲动了嘛，所以。那监控视频呢？那个保姆求着他删掉，他就删了。愚蠢。警察说让我帮他找个律师。那警察是不是还说，让你找到那个保姆，赔偿人家一点钱，写份谅解书？马上找到他的地址。怎么，二位来解决问题来了？好，那我就给你说道说道。昨天晚上把我老婆从他们家赶出来，你们也看见了啊，把我老婆打成什么样了？2颗牙都给打掉了。请您好好想一想，如果是您看到您的父亲被人虐待，您是不是也会有点情绪失控呢？咱这是一码归一码啊！我老婆跟我说，那老头就欠揍。你说这么大的人了，连个尿尿都不会啊？哼，还不如个猫狗呢。我老婆刚给他把裤子穿好，他就尿了。你说又给他换上，他又尿了。你说这不诚心的折腾我老婆吗？啊？您这2颗牙是什么时候掉的？昨天当场给打掉的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他自己都承认打人了，跟警察都认了。您老婆知道的，我当时就在现场，我看到了，没那么严重，血都没有流，我没有看见牙齿掉了。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已经构成轻伤，已经验过了。那您这个鉴定时间是什么时候做的？肯定是被打了以后才做的。行了，行，我跟你们2位也不说这么多废话了。一句话啊，1颗牙50万，2颗100万，你们给钱，我们就不告了。您太太这牙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拔的吧？拔的不是打掉的那2个。那是哪2颗？您能给我看看吗？黛西，你来给他们普及一下诬告陷害罪。好的，捏造证据诬告陷害他人，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，情节严重者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们不告了，那打就打了，他就。我想你们到现在还没闹明白，他没有打你，我们不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已经很客气了。
你在干什么？你走错办公室了吧，罗老大？不好意思啊，还不习惯。哎，我多问一句啊，我听说许万辉要来咱们这儿嘛？是啊，他会带来新的客户，然后你就许给他，到了这儿就做高级合伙人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知道蓝红为什么离开律所吗？上海有几家外资所请我，都是高级合伙人。恭喜你了，我还在犹豫。别犹豫了，多好的机会啊！好好干，到时候我给你搞一个盛大的离职 party。对不起啊，我一会儿再过来。没事儿，我已经没事了，就是来告别的。盛大的离职 party， 我刚才听见了。不必了，谢谢。我没办法给他高级合伙人的位置，为什么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你们干了多长时间，他才干了多长时间？我要是给他高级合伙人的位置，你们能平衡吗？你们不平衡，谁给我干活啊？这实话吧？当时我在场，如果封印是你，我不是封印。当然了，我知道啊，你不必去做封印。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告诉我封印是怎么想的、怎么做的？而你们每个人明明又知道我不是封印。不，我怎么说才能不让你误解我呢？我们说封印，并不是说要你成为封印。其实你的这种此时此刻的感受，我体会过。真的，你像很长时间以来，别人都在跟我说罗宾是怎么做的，罗宾是怎么说的，甚至有人说我们俩关系不好，说我想要灭掉你。但是我指天发誓，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，我顶多是想要成为另外一个你。但是后来兰兰跟我说了，她说我不必成为另外一个你，尤其是不能做一个盗版的你，要做就做正版的自己。我跟你一样啊，我们都是那种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，所以呢，我怕还不起别人，所以我也不受别人的恩赐，所以我的朋友也很少。我不用为了维系朋友关系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，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，让谁失望都不要让自己失望，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。谢谢你父亲。不客气。啊，这句话是我替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对你说的，不客气。我为你骄傲。这句话，我是替你父亲的在天之灵说的。我为你骄傲。我是在认真的跟你说。我也是，非常认真。罗主任，丽娜不在吗？丽娜姐她一会儿过来，您找她有事儿吗？啊，不是她找我。哦，对，她有东西要给您，您等一下。丽娜姐说，您觉得哪张适合挂在合伙人墙上，您就选哪张，您定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找丽娜还是找我？找你。你让她自己定吧。啊。
什么事儿？柯东要换人。换谁？焦恩。焦恩？那有没有可能约到他？有。丽娜的照片真的要挂在这儿吗？还没公布，我还在考虑中。权益合伙人或者类似的职位。我约好焦恩的时间告诉你。你刚才应该还有话没有说完。我说完了，你也听到了。我只听到了你跟我说，你真的要把丽娜的照片挂在合伙人墙上吗？好吧，那我可以说的更明确一点，你别介意。你说，我不介意。我喜欢全景，因为我喜欢这里公平纯粹的工作环境。虽然别的律所也有这样的先例，不是律师也可以做权益合伙人，但是在全景不应该有这样的先例，至少现在不应该有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不应该提拔丽娜？你当然应该提拔丽娜，她忠心耿耿，劳苦功高。可她不是律师，她是你的秘书。如果你轻易的就让她做了全景的权益合伙人，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不公平、不妥当。我猜，也许很多人都会跟你有一样的想法，只是他们没有像你一样说出来。我跟你说的这些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非常感谢。不，应该是我对你说，非常感谢。哎，老大，我来是想跟你说，许万辉可以来，但是不能一来就做高级合伙人。您说什么？你听到了？可是我已经跟许万辉说了，他是我哥们儿，您是答应过我，我是先问过您才跟他说的。抱歉，我当时并没同意，但是可能让你误以为我同意了，所以我来就是跟你明确一下。老大，那这样，您看您能不能同意1年以后让他当高级合伙人？如果他业绩可以达标的话，当然。我觉得我需要向你认真的解释一下，以免你误会我。来，你坐。我知道，你呢，喜欢拿我开心，我也知道，也许我对于你的意义，并没有你对于我的意义这么重要。但是你是我的朋友，而且我们没有几个朋友，所以我对这份友谊非常的重视，非常的重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对于许万辉，我没有意见。如果是非得让他做高级合伙人，他才肯来，那好，那就这样呗。因为我换位思考了一下啊，你说现在啊，顾杰走了，封印走了，蓝红也走了，你作为咱们律所的老大，你即使就是为了充实这个高级合伙人的队伍，你即使就是为了装点门面，我觉得也是需要的。如果换个人，恐怕早就跟你翻脸了。我说了什么让你翻脸的话吗？装点门面，是这句话吗？哎，你抓重点好不好？
我不是说你再装点门面，我是说你即使是为了装点门面，那我也同意。我不同意。你说的对，让谁失望，也不应该让自己失望。所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许万辉可以来，但绝对不能是高级合伙人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喂，能不能正经点？他不能过来就当高级合伙人的，要不然我们这些人怎么办？看你去忙吧。谢谢。什么事儿？我感觉您好像有心事啊。你从哪儿感觉出来我有心事儿？那您大晚上喝什么咖啡啊？喝咖啡就代表有心事儿啊？您可以和我说说。我没心事儿。你有事儿吗？我是过来感谢您的。为什么感谢我？为您每一次匡扶正义，除恶扬善。够响亮的啊！嗯。那请你以后再站在正义那边的时候，能不能也稍微站稳一点儿？别老是让我拼了命的匡扶你。下班回家了。少喝点儿。等一下，给我3秒，让我享受一下这种有人敲门的感觉。以前谁要找我，就直接站到我面前来，顶多就是敲敲我的隔板。有办公室真好。主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不能当首席运营官，也不能做权益合伙人。我不能为你破这个例。可是你已经答应我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所以你得允许我改正错误。我要是不允许呢？我并没有跟你签协议，也没有让人事部门发出正式的人事任命。你应该说话算话。这是你的聘任合同。行政总监，在我心里，你是一个真正的行政天才。但是合伙人真的不可以。那首席运营官呢？我需要跟你留出更多的进步空间。如果以后你又进步了，我应该拿什么奖励你呢？你说呢？好，你赢了。是双赢。是双赢，可是你赢的更多啊。期待你继续努力，早日成为首席运营官。那我现在是应该说是老板，还是应该说好，我加油啊？你想说哪句？你想听哪句？你选。是，老板。好，我加油。齐家保健品的案子
我恐怕做不到此为止。我看错你了，我就当您是在表扬我。是表扬。谢谢。再接再厉啊！好，我加油。还有啊，以后给我打电话，不许坐在办公桌上。好。再给你打电话，我一定沐浴更衣，以示庄严。哈哈哈哈！这可是你说的哈，必须说到做到。谢谢，谢谢你，冯主任。挂了。我们走吧，另起炉灶。我不喜欢逃避。那我们就这样，这么臊眉打眼的在这儿待着。你的这些做法，往严重里说，已经损害了律师行业的形象了。那你就直接把我开除好了。让你道歉是给你机会，他是我最大的客户。咱们律所的价值观什么时候变成了谁有钱谁就正确？你和何塞必须搞好关系，不能让人认为我们律所里两虎相争。绝不能把责任推到助理或者临时工头上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让你负全责。老大，您要相信我。我是相信你，但是你要让我清楚，否则别人不知道我和那姑娘什么关系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客户身上。我们必须要让来找我们以及准备来找我们的客户知道，我们全景律所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接。也不是说你有钱就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的客户，而高胜诉率也由此产生。我觉得咱们这样做对他不公平。如果你与我为敌，你的损失一定大过我。欢迎竞争，愿赌服输。这一转眼，半辈子就过去了，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我对你们来说是良师益友，对我的家庭呢，我是什么？你现在是全景的律师，你接的案子关系到全景的声誉，输赢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那是我应得的。我喜欢全景，因为我喜欢这里公平纯粹的工作环境。只有小律师，没有小官司。再小的官司，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大事。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实习生的冲动负责呢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冲动，而那时候是您站在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。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长江后浪推前浪。但是法律最重要的，还是应该要维护公平，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。您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、光彩的，什么是光明正大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这么做是对的。我是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。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别人求你帮忙的感觉？我觉得助人为乐是美德。奸钱驱逐正钱是非常残酷的，所以才需要有人挺身而出。挺身而出的成本有多高？你计算过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计算正义的成本。恭喜你，罗宾主任。我希望全景在你的带领下风生水起，蒸蒸日上。
今天天气不错。是啊，秋高气爽，一个收获的季节。我觉得你应该说呀，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。你以为我跟你在这儿是偶遇吗？实际呢？实际这是经过我精心的设计的。你看，今天是你作为掌门人的身份，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，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。你看等将来咱俩老了啊，住在养老院里，咱俩就会说起啊，你还记得那天吗？咱们俩一块下的车，啊，然后我们一起呢在办公楼下相遇了，然后我们走进了这栋办公楼，之后召开了一个重大的会议，而这个会议呢改变了律所的命运，改变了所有的人的命运。看来我得去找丽娜谈谈。哎，不是丽娜跟我说的，那是谁啊？我问了司机。那我要换掉司机。不是你的司机，是我的司机。恰好呢，咱们俩的司机都住在望京。那看来我要裁撤整个司机班。你不能这么做啊！你现在是上任伊始，你就大开杀戒，这对你不好。大仔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啊，我了解了一下我们的运营成本，真的实在太高了。那你也不能裁掉司机班。我没有说裁掉，我说的是裁撤。裁撤的意思是，以后合伙人的司机啊、秘书这些行政成本，律所不再承担。那我的司机呢？跟大家一样，合伙人自己负责。那你的司机呢？我是主任嘛，这就不对了。这就大大的不对了。官兵应该一致嘛，不能说你是主任啊，你司机的费用就由律所来承担，而我是高级合伙人啊，我的司机就由我自己来负担。可是我已经把律所的大部分客户，包括我自己的，都分给你们了呀。哎，但不是所有的案子它都赚钱呀，对吧？比如说公益服务啊、法律援助啊，如果你这么做了啊，那就没有人再去做什么这个帮助老百姓啊这种普通案子，没有人去做公益了。不，律所会专门成立一个公益事业部，由律所养着。那我去公益事业部。可是公益事业部没有司机、秘书这些配置。你说的没错，今天的确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日子。天气真的不错，我等着你说秋高气爽呢。要变天了。今天你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？而我为什么又站在这儿？我快速地回忆了一下，我发现迄今为止我参加过的所有会议，绝大部分都是台上的人废话连篇，台下的人昏昏欲睡。所以当今天我有资格站在台上，而你们坐在台下的时候，我决定不这么做。我希望，如果我有幸能够活到耄耋之年，而在座的各位，到那时候也都活在世上，我们再次相见，想起今天我们说的话，大家能够依然记忆犹新，言犹在耳。首先，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。压缩行政部门，以及改变评价体系。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律师的时候，我就对僵化的考核体系深恶痛绝。虽然这一体系被发明出来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管理，但是它非常不适合一切有创造力以及有自尊心的个体。他把人当奴隶，你们被要求每天写日报，每周写周报，每月写月报，但我相信，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
一定会为了对付这些日报、周报、月报犯过愁，而去胡编乱造，甚至嫁祸给无辜的客户。比如你们的客户如何难缠，以至于你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安抚他们。而事实上呢，你们只是因为当天没有可以写到日报里的业绩而已。所以，今天这个考核体系正是寿终正寝了，因为我比大家更不想浪费你们自己的聪明才智。但是啊，这并不代表就不需要考核了。砸碎旧的东西总是容易的，任何一头驴都可以踢倒一个谷仓，但是建立谷仓，驴就不行了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思考，如果把全景比喻为一艘船，那么现在我就是船长。我要带着大家到什么地方去？这就是通俗的战略。全景的战略是什么？未来几年我们全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律所？而在座的每一位又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期待？请诸位原谅，我不敢在这儿承诺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，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。因为有些人的目标实现是以丧失良知为前提，有些人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。而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人，我自己也耻于与这样的人为伍。今天我站在这儿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发自肺腑。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知道，都能清楚地知道我的目标，也希望你们能够认同我、支持我、赞同我的观点。第三，我可能不能保证全景在我的带领之下成为最赚钱的律所，但我可以保证，全景可以成为最值得尊重的律所。我也不能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赚到很多很多钱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你们在全景的每一天都能感到人间值得。作为船长，我不能保证我们全景未来会一帆风顺，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全景未来不会遇到大风大浪，但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，为大家挡风遮雨，奋不顾身，一往无前。